小姐，他看起来官职不小，要不然您对他客气点。我不是没骂出口吗？这还不客气？而且你看他那清澈又愚蠢的眼神，一看就是哪家官二代出来体验生活了。不用搭理他。是，小姐。主仆两人快速出了院子，君思月看着女子的背影，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赶紧急匆匆地跟了上去。小姐别动，让奴婢来。朱榴莲将手压在老妪脖子上的动脉处。怎样，死了吗？还没。这老奶奶昏迷不醒，我们怎么办啊？直接灌药吗？昏迷不醒，好事儿啊！看我给她输一袋子营养液。哎呀，美滋滋的精液，我来啦！姑娘，有没有我能帮上的地方？真是晦气。榴莲，你坐在老太太身后，让她靠在你身上，然后你固定住她的脑袋。是，小姐。经验到账。终于又有经验了，都多久没有拿经验了？别，我脏，别弄脏了姑娘的衣服。老奶奶别这么说，我不嫌弃的。行了，药喂完，我们准备去下一家。是，小姐。姑娘，你们是大夫？没错，我们是大夫。老奶奶，你别放弃生命，坚强点，你会康复的。真的，老天保佑啊！皇恩浩荡。皇恩浩荡个毛线呢？人家皇帝大老爷打算把你们活活病死，要么就困死。那是当然，咱们皇上爱民如子，所谓虎毒不食子，怎么会放弃百姓呢？放弃孩子的父母，猪狗不如。哎，姑娘，有没有在下能帮上的？在下帮你们。没有。这位大人，您应该知道南里巷有多危险吧？您身份尊贵，最好还是快离开，否则您知道后果。我知道，没关系。却在这时，房间里传来一阵极大的咕噜噜声。是谁肚子叫了？小姐，不是奴婢。不是在下。这位大人，你不是说要帮忙吗？还对，在下要帮忙。姑娘有什么吩咐？熬粥你会吧？小姐，奴婢来熬粥吧。我说，这位大人，您知道什么叫男女有别吗？别这么一直盯着我好吗？你不是想帮我忙吗？盯着刚刚我丫鬟拎的药头，去门外等我。不帮，那算了。帮。小姐，难道您就这么使唤他？会不会招惹麻烦啊？大概率会，但有什么办法？我也想他原地消失，但他能听话的滚蛋吗？要不然你去把他敲晕，再扔出去。奴婢怕打不过他。别管他了，既然他愿意留，那我就把他当苦力用。正好我们人手不足，这么大的巷子，就我们2个人，能忙活到什么时候啊？小姐，这又是什么药啊？维生素，不是治病的，是用来蹭经验的。小米省着一点用，别熬粥，熬米汤子就行。然后一人分1小碗，所有喝过药的人都喂一些米汤子，没喝药的人先别喂米汤，因为空腹用药效果更好。是，小姐。行了，辛苦你了，我先去送药。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死了？父皇的子民就这么少了3个吗？走吧，下一家。好，两人怀着忐忑又沉重的心情进了隔壁的房屋。就这样整整1下午的时间，3人忙得不停，就这样一直忙到傍晚，天色渐暗。饿了吧？还好。死要面子，不过这么晚了，你不回家？你们呢？一会儿你们有什么打算？我们休息一会儿，继续干活，还有半个巷子的人没用药呢。那我也留下，和你们一起救人。看你穿着，应该是官员吧？为什么南里巷只有你一个人？其他人呢？该不会是你自己偷摸溜进来的吧？我的事儿不用你操心，你别管我去留。而且我走了，那么多尸体谁来背？难道让你们2个弱女子背啊？弱女子，哈哈，瞧不起谁呢？行，那你休息会儿，我们去准备晚膳。用帮忙吗？帮忙？就你？不用，你休息就行。如果实在太累，就睡一会儿。饭做好了，我叫你。好。小姐，我们就这么走了？那位少年会不会有危险啊？放心吧，安眠药和迷药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。我用的药量极少，只是催发他的睡意，不会让他一睡不醒。而且他穿着官服，百姓看见他就想给他磕头，谁敢害他？小姐说的是。空无一人。朱姑娘哪去了？朱姑娘的丫鬟榴莲姑娘呢？啊？什么？朝廷把巷子围住了？你们看，那儿有个大官儿！哎，
那个人我见过呀，昨天和2位姑娘给我们送药来的，他们送的药特别好用，喝了之后啊，立刻就不泻了，又喝完了他们的米汤，睡了一觉，今天早晨就能动了。我也是，他们是朝廷派来给我们看病的吧？既然看病，为什么要封我们？到底是杀还是救啊？我乃九皇子，所有人让开！这不是昨天给我们送药的大人吗？殿下，您怎么在南里巷？您昨天不是回宫了吗？没有本皇子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喧哗。李太医，你进来。殿下，下官在。你过来。不对，是草民吗？对，就你。九皇子殿下，草民在。李太医，给他诊脉，检查他的病情。九皇子下令，李太医不敢怠慢，急忙给老汉诊了脉。这奇迹呀，奇迹呀！他竟然康复了。刚刚我们就说，昨天有3名大夫治病，你们不信，其中一位就是九皇子。不信，你问问九皇子呀。是啊，殿下，昨天是哪2位太医随殿下诊病啊？朱大夫和刘大夫。朱大夫、刘大夫，下官怎么没听说过呀？大家误会了，朝廷围了南里巷，并不是要困死你们，而是怕你们把瘟疫扩散开。另外，专门请了2名对瘟疫有研究的大夫来给你们医病，所以你们切勿以讹传讹，否则造谣生事，这可是大罪。草民不敢，草民有罪。草民不敢，草民有罪。来人，听我调度。是，殿下。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这破地方不能待啊！小姐别着急，侯爷不是答应和离了吗？等过几个月，小姐就能离开侯府了。我不是说离开侯府，算了，你就当我说的是侯府吧。别闲着，边磕边聊。是，小姐，今天奴婢真的很意外，夫人竟然对小姐这么好，又送银子，又送头面。他算了吧，用脚趾头想想都能猜到是侯爷的意思。也是，小姐说的对，侯爷对小姐真好。是啊，在侯爷身上你学到了什么？奴婢愚钝，请问奴婢应该学什么？好人不长命，祸害1000年啊！你看侯爷好吧，却娶了一个蠢蛋夫人，恶毒妾室，生了一个渣男儿子，即将有一个心机婊儿媳妇儿。你看瑞王不错吧？被烧的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你再看看那个缺德陈王，靠！不提陈王我都忘了，我们冒着风险折腾去南里巷为了啥？走，进去开工。开工？开什么工啊？却见小姐已经从躺椅上跳下来，回了房间。朱榴莲跟了进去，去软榻上躺着，一会儿可能有点疼，不对，不是有一点疼，是十分的疼。算了，我还是浪费一点经验，给你弄点麻药吧。虽然敷的麻药没有什么卵用，但聊胜于无。小姐，您能不能告诉奴婢，您到底这是要做什么？给你注射玻尿酸呐，通过注射改变你的容貌，这样外人就认不出你了。哪怕做不到直接换个人，但只要你一口咬定不是裴一丹，你就不是裴一丹。在打了100多针玻尿酸之后，酷刑终于结束。这100多针直接把朱榴莲扎懵了，她躺在软榻上，双眼无神地盯着天花板，表情迷茫。怎么样，我和陈王比谁更残忍？那个畜生怎么配和小姐相提并论？小姐千万不要自降身价。嘴巴真甜，起来去照照镜子吧。是，小姐。朱榴莲倒是没有多想，起身到了铜镜前，看到之后大吃一惊，这是她，好像是，又好像不是。对了，我怎么把这个忘了？你等等。说着，从空间掏出来水银镜，你来照这个。当看见水银镜时，也是震惊坏了。这世上竟有如此逼真的镜子！小姐，快把灯收起来。不用，应该是李公子。我在院门上放了东西，院子里面也放了，只要有人触碰就能收到通知。这人没从院子走，而是直接精准飞了过来，不是李公子还有谁啊？你等着，我去开门。说着，慕容朱雀过去开门。您没事就好，昨天您没回来，王爷不对，是在下担心坏了呀。你担心我？那行啊，我回头和瑞王说一下，改嫁给你。不是啊，慕容姑娘明鉴，我就是随口说说，您别当真啊。李公子招惹谁不好，招惹小姐。朱姑娘呢？房里呢，你进去看看。这姑娘的闺房，在下进去不合适吧？暂时不是闺房，是病房，去看吧。朱姑娘受伤了，急忙冲了进去。见过李公子。这朱姑娘，你怎么变了样子了？做了玻尿酸注射，他的情况你是知道的。同在京城，他怕被陈王的人或者黑伢子认出来，就得改变容貌。我抬高了他的眉骨、颧骨，加深他的眼窝，增高了鼻梁，加宽了鼻尖，又把他的薄唇改成了厚唇，还拉长了他的下巴。
现在就算是陈王站在他面前，也不敢肯定他就是他啊！还能这样啊？竟然能够改人容貌，您莫不是神人吧？以后叫我仙女。朱姑娘的样子就这么变了？不是永远变，只是暂时的。这次我注射的玻尿酸不少，不知道能撑多久，但即便是恢复，也能残留一些，和从前的样子不同。那恢复了之后，还需要继续注射吗？看情况，如果有人认出来，就继续注射，如果认不出来，那就算了。无论是注射还是放假体，肯定有点后遗症，没有原本的好。我今天给他注射，也是为了过几天的宫宴做准备。过几天入宫，能看见陈王，如果陈王认不出他，就算是过关了。至于以后，走走看吧，能不搞那些还是不搞那些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岂不是能够把丑女变成美女？当然，这本来就是美容项目。哎，要不要给你也来2针？我觉得你山根加高一点，搞不好更帅。不用了，在下多谢慕容姑娘啊，王爷请您去王府一趟。哦，行啊。千瑞院，话说谁家当官的让13岁的孩子来立功，妻娃妻到这个份上，也太卷了吧？你确定他穿的是官服，而不是常服？确定。他答应给你银子，还掏不出来？是。啊，那我应该知道他的身份了。这就猜到了，这么神？不是神，而是他给的线索足够多。你猜不到，是因为不是皇室中人。首先，入仕的话，最年轻也要20岁以上，皇上不可能让还未弱冠的男子做官，既不是官，就谈不上立功。但若他是皇子，便大不一样了。在宫里，皇子为皇上办差，以证明能力，会得到皇上器重。其次，你说他想给你银子而掏不出来，便说明他原本穿的不是官服，另有其他衣服，再次证明他不是官员。那么，皇宫里皇子一共就那么10几个，13岁，身材高大，也只有9皇子君思悦能对上了。9皇子9皇子，如果那样，过几天皇宫宴席，岂不是就看见小姐了？没事儿，本姑娘行得正，坐得端，就算他认出来能怎么着？因为救百姓而判我死罪。若真那样，那我可就要闹了。你别怕，还有我不会让你出事的。算了吧，你还自身难保呢。行了，这一趟我也算是有所收获，最起码知道那人身份，也能提前做准备。慕容姑娘，如果皇上问你那些特效药是从哪里来的，你打算怎么回答呀？就说之前碰到一个神秘高人，送我一个白色石头，说那石头可以止泻。为了救人，我把石头敲碎，混合到药里面给百姓服用。本来那石头就不大，现在用完了，他还能拿我怎么办？最多让我详细描述一下神秘高人的容貌，我就瞎扯呗。啊，这么简单就糊弄过去了？哦，对了，大晚上你叫我来有事儿？把东西拿出来吧。是，王爷。李云池去隔壁房间，把4个木箱依次搬了过来，随后一打开，却见箱子分3层，每一层放了一件锦缎刺绣长裙。我记得你要入宫参加皇家宴席，怕你没有合适的衣服，所以这2天便让人帮你准备了，还望你别嫌弃。那还真是谢谢了。你不喜欢？你若不喜欢，我再命人去做，左右还有3天时间，来得及的。我怎么会不喜欢呢？只是第一次有人送我衣服，不太习惯罢了。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让你白送衣服。昨天我在南岭乡蹭了一些经验，除去兑换玻尿酸，还剩下了一点，我兑换治疗伤疤药给你用上，你等等哈。说着就掀开袖子开始找药去了。不是，等等，慕容姑娘，我送衣服不是为了让你治病，只是单纯想送给你。谁管你单不单纯？我是很单纯的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绝不能白白占你便宜。李公子，你把王爷弄床上，我要开始治疗了。君北玉百口莫辩，只能认了。1日清晨，昌宁侯府主院，出什么事了？为何如此慌张？夫人，少夫人求见，说她想起来一件重要的事儿，务必要见到您。他还说什么了吗？脸色怎么样？会不会是来找茬的？恐怕来者不善。怎么办呀？要不然就说本夫人病了。夫人先别慌，奴婢觉得最近咱们也没有得罪少夫人。少夫人这人邪性归邪性，但从来不主动惹事儿。一会儿咱们只要小心点儿，少夫人说啥，咱们别反驳就行。你说的没错，不反驳，让她进来吧。是，夫人。少卿，慕容朱雀带着丫鬟进来，给夫人请安。儿媳看管事们刚出门，夫人是不是很忙啊？如果夫人忙，儿媳就换个时间来拜访。没有，例行问话罢了。坐吧。儿媳是来表达感谢的，夫人送儿媳那么好的头面，费心了。哪里，应该的。不过我有个问题，过2日参加晚宴，唐念约去吗？应该是要带的。念约在侯府做客，也没有我们参加晚宴把他自己留下的道理。夫人给我准备了头面，给唐念约也准备了吗？不会是要把他打扮得花枝招展入宫吧？
我和唐念约有本质区别，我是有夫之妇，她可是未婚的黄花大闺女，你怕不怕太子看上她，给世子戴上一顶绿帽子呢？这不会吧？阿雀，你会不会太杞人忧天了？念约不是说了要给子言当平妻吗？而且被太子看上，那可是太子啊！太子怎么会看上念约这种出身的平民女子？世子都能看上，为什么太子就看不上呢？都是公的，谁比谁高贵？尊贵的太子，公的。本夫人说的不是容貌，是身份。太子也不是一夫一妻，正妃搞不好真选个大官家的谦谦，那侧妃呢？除了正妃、侧妃外，妾室呢？当妾有点寒碜，但如果一个给文武双全的太子做侧妃，一个是给咱们家不学无术、天天逃学、大婚日扔下新娘给表姐过生辰的侯府世子做夫人，你觉得哪个位置更有竞争力？当然，我知道夫人爱子心切，肯定觉得嫁给世子比给太子当侧妃好。不过您可以看看丫鬟们的表情，或者问问齐嬷嬷的意见，齐嬷嬷总不会骗您吧？夫人，少夫人说的有道理。实话和你说了吧，我答应了念约的母亲，要带着孩子见见世面。如果我们全家入宫，把他自己留下，只怕要被姐姐念叨的。老唐家一家子齐心合力耍这个傻白甜，傻白甜还蒙在鼓里呢。原来如此，那夫人这么决定没错。夫人给唐姑娘准备衣服和头面了吗？准备了。走，儿媳陪夫人去把衣服和头面要回来。要回来？这东西都送过去了，就这么要回来不好吧？如果不要回来，唐姑娘打扮的花枝招展，被太子爷看上，难道还要让世子和太子爷打一架？世子多喜欢唐姑娘，您最近应该看出来了。世子什么性格，您也应该知道。搞不好，世子真能为了心上人和太子爷拼了呢。这齐嬷嬷，你说对吗？少夫人说的有道理。哎呀，不就是不让念约打扮吗？本夫人和她说一声就行，还用把东西要回来？您说不打扮她就不打扮，如果她偷偷打扮怎么办？例如把好衣服穿在里面，普通衣服穿在外面，入了宫把外衣一脱，艳压群芳，您拦得住？就算不是太子看上她，是什么皇子王爷看上她，就凭世子的性格，会不会在宫里就和人家打起来呢？念约不会的，念约那孩子从小就乖巧。唐姑娘确实乖巧呢，侯爷也不是第一天在外公差，他早不来侯府常住，晚不来侯府常住，偏偏皇后要办晚宴，他跑来了。你是说他故意来住，就是为了入宫？这不可能。齐嬷嬷，你觉得有没有可能？你听李嬷嬷说了吧？什么？你们打什么哑谜呢？你们都下去吧。是，小姐，奴婢出去吗？不用，一人带一个心腹才公平。说吧，怎么回事？没什么，就是世子被侯爷罚跪祠堂那天，李嬷嬷到百鸟院找我，希望我救她。我当然不会白救的。李嬷嬷便告诉我这个秘密，说有人偷听唐姑娘两个丫鬟对话，得知唐姑娘听说了皇后要为太子选妃，举办宫宴，所以刻意跑到侯府常住，就是为了让夫人带入宫，以礼于跃龙门。不可能，念约不是那样的孩子。李嬷嬷是你的人，去偷听的也是你们侯府的人，说这话的是唐念约的丫鬟，可都与我无关。你要是不信，那我也没有办法，毕竟永远叫不醒装睡的人，或者叫不醒自己不愿醒来的人，不是吗？既然你知道他来侯府的目的，为什么还让他做子言的平妻？还能因为什么？因为沈子言喜欢呢？你既然这么溺爱儿子，难道不应该把他喜欢的都给他？沈子言那个死心眼儿，一直喜欢他表姐，你再给他娶什么名门闺秀，不也是费力不讨好？你自己都教不好的儿子，指望一个没感情的女子管好他？是啊，子言那性格，除非自己喜欢，否则怎么接受其他女子？尤其是父母安排的。子言从小到大，不是一直喜欢逆着父母？但念约如果心不在子言身上，即便是嫁给子言做平妻，他能甘心吗？谁说唐念约心不在沈子言身上？如果他压根儿不考虑沈子言，也不会这么藕断丝连，要着他了。你想啊，为什么大家都晚上办生辰宴，唯独唐念约白天办？那是为了逼着沈子言不拜堂，他怕沈子言拜了堂，对新娘子有了责任心，不喜欢他了。还有沈子言身上的玉佩戴了那么多年，为什么唐念约早不要晚不要，偏偏沈子言成亲之后要？也是为了巩固自己在沈子言心中的地位。就算他有一些心思在子言身上，嫁给子言后能过好日子吗？
夫人首先要清楚你想要什么，是想要个儿媳妇守着你，守着侯府，守着世子过日子，还是想世子振作起来，有事业心，上进心？不能两个都要吗？鱼和熊掌不可兼得，那便后者。对啊，无论唐念约愿不愿意嫁世子，只要嫁了，世子就高兴了。婚事一办，房一入，孩子一生，他还能怎么样？黄杏出墙沟的野汉子，他有那个胆儿吗？和沈夫人比，小姐更像那个算计儿媳妇的恶婆婆。